日本投降后，在中国东北留下10万日本女性，她们的命运如何？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，日本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主甲板，在各国代表的以及军舰海兵们的注视下，日本外相重光葵与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表情复杂地走向签字台，代表日本天皇、政府与陆军一字一顿地写下姓名。每一条笔画都勾勒着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，有高光，有龌龊，字迹背后是无数受日本侵略、压迫、侮辱的各国人民构成的尸山血海。为了这一刻，我们付出太多太多，等待太久太久。战争结束，侵华日军灰溜溜地回到故土，用余生为他们的业障赎罪。但就在他们一走了之的同时，在中国东北却有10万日本女性被遗忘在异国他乡，对如今发生的一切无所适从。为何中国东北会滞留10万日本女性？他们又将何去何从？一切还得从日军侵华之初说起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请各位观众点击右下方的关注支持一下，谢谢。纵观历史，不难发现，中国隔壁这位岛国邻居，从老祖宗开始就没消停过，每时每刻都在打着大陆领土的主意。唐朝时期的白江口海战，明朝时丰臣秀吉的三国合一，再到二战时期八珩一语，无一不彰显着日本的野心。而日本之所以对大陆领土如此狂热与执着，与日本四岛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。日本岛恰好处于板块交界处，被地震带环绕，海啸、地震、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，在逐渐适应的同时，也催生了其对大陆领土的渴望。好巧不巧，尽管日本人的侵略性拉满，但他的邻居却是泱泱华夏。光凭日本这一弹丸之地，面对中国简直是蚍蜉撼树，被古代中国收拾得明明白白。直到近代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而日本恰好处于明治维新后的上升期，抢得先机的日本才侥幸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胜过中国，并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身上掠夺资源。从这以后，日本鬼子便彻底不装了，凡是能够攫取在华利益的活动，他们便没有不插手的。八国联军、侵华战争、日俄战争、21条的签订，日本鬼子的狼子野心在昭昭烈日下显露无遗。1931年9月18日，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南满铁路被炸毁为借口，向东三省发动袭击。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崛起的起点，也是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。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东三省不到半年内沦陷。随后，日本在东北建立为满洲政府，开始了长达14年的东北日据时期。3000多万东北同胞背负着亡国奴的身份，在家乡过着4等公民的生活。占据东北仅仅是日本侵华计划的一部分，其侵略计划才刚刚展露冰山一角。中国东北在地理位置上与日本离得最近，自然是日本侵略的首要目标。从马关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便可看出，日本渴望在东北得到一块立足之地。而在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，为了抢夺在华利益，欧洲最大陆军国沙俄与亚洲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大打出手，双方总计派出200万军队在东北交战。当两国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两国人民在后方呐喊助威时，却极少有人注意到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领土。作为一个诗书传世的泱泱大国，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，如今却坐视他国践踏自家领土主权，却无能为力，令人痛心不已。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获胜结束，不过日本也因此付出巨大牺牲。中国东北的巨大诱惑，因付出惨痛代价而滋生的情感，种种因素使得中国东北情结渗透进日本政客的骨髓与血液之中，使得他们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，甚至愿意将其与日本4岛等同，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建设。1932年12月8日，掌控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制定了开发满蒙方案。该方案明确提出，要在东北大力发展重工业，使东北成为日军进一步侵华行动的后勤基地。1945年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，苏军惊人地发现，他们想象中被日本鬼子糟蹋成千里荒芜的中国东北，居然已经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，重工业设施一应俱全。其规模达到什么程度呢？
在苏军把日本绝大多数生产设备搬回西伯利亚后，新中国仍能将东北设为5年计划的重点建设地，并在短期内使国内工业水平突飞猛进，足见日本人对东北的投入。通过投资东北，实现对东北的经济控制，仅只是计划的一部分。毕竟世代生活在东北的中国人民，尽管故土沦陷，但无论是血脉还是精神，他们都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人。只要他们一息尚存，东北的抗日活动便不可能停歇。既然要将东北彻底划为日本国土，日本鬼子自然是有备而来。早在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，为了实现对朝鲜半岛的绝对统治，在推行武力镇压的同时，还有一套皇民化政策同步推进。所谓皇民化，便是通过抹杀朝鲜本土文化历史的前提下，将日本文化强行向朝鲜人民输出，最终达到朝鲜半岛文化换血的目的，令朝鲜民族的后代彻底将自己当作日本人，当作天皇的子民，其用心险恶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而这一政策随着日本占据东三省，也蔓延至中国境内，甚至在全面战争打响以后，逐渐向中国内地推广。首先，将中国教师逐出学校，将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课程一律取缔，禁绝中华文化传承的同时，将日本文化引入课堂，由日本教师统一授课。例如，日本占领北平后，北大、清华等高校都被迫停止授课，师生集体南迁。偌大的一座千年古都，除了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外，居然找不到一位中国先生，实是民族之伤。其次，就是逐步取缔汉语，查禁汉文书刊杂志，统一使用日语，并灌输日本武士道精神以及忠于天皇的思想。如果日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，还会组织群众进行游行庆祝，并发放食物奖励游行行为，软化普通百姓的态度。除此之外，还鼓励本土居民改日本名，将本土信仰改成日本神道教等等。不得不说，日本人这招实在歹毒。倘若这项政策往后推行40-50年，当老一辈接受正统中国教育的中国人逐渐逝去，新一代年轻人恐怕会全盘皇民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通过一系列措施完成对东北社会的改造，只是为最后一步做铺垫，以免令日本国民在东北繁衍生息。这既能缓解国内人口压力，还能将日本的血脉种子在此播撒，可谓是一举多得。1936年5月11日，日本关东军正式提出满洲农业移民100万户计划，计划用20年时间移民100万户，500万日本人置为满洲国。但实际上，所谓移民开拓，不过是日本法西斯的一厢情愿。移民方案在日本国内发布后，响应者寥寥无几。哪怕日本政府将东北描述成水草丰美之地，地产资源如何丰富，可背井离乡的代价极少有人能够接受。比起远在异国他乡的人间天堂，他们更愿意坚守家乡的1亩3分地。见移民方案无法打动国民，日本政府立刻展现出无赖嘴脸，他们以军国主义式强制措施，辅以铺天盖地的欺骗性宣传，专门针对国内那些贫困农民。在政府的忽悠下，大量失去土地的贫困农民抱着侥幸心理，坐上日本帝国主义移民的战车，希冀着从土地饥饿中解脱。除此之外，当权者对青少年也不放过，他们组建起名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开拓团，将名额分摊给各个行政区，要求地方政府无论是坑蒙拐骗还是武力征召，一定要筹齐指定人数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政府的行为变本加厉，将青年团的年龄要求降低至14至15岁，将不谙世事的少年人作为新材，只为燃烧他们侵略的火焰，所作所为令人发指。开拓团到达东北，许多人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，而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较差，许多人因此卧病在床得不到治疗，纷纷要求退团。骚乱、纠纷、镇压等等暴力事件在开拓地中层出不穷，所谓移民已成乱局。在痛苦与混乱中，日本移民的悲剧已持续数年，他们无时无刻不想念故乡的生活。前线的战况，无论是捷报频传还是节节败退，对他们来说都已经无关紧要。煎熬着，二战已经接近尾声，随着欧洲战场落下帷幕，
法西斯势力中只剩下日本在负隅顽抗，而日本天皇居然又提出1亿玉碎的口号，号召全体国民投入战争。于是美苏等国联手向日本发起进攻，158万苏军进攻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，70万日军被一举歼灭。中国东北终于结束了长达14年的日据时期，百姓们得以从压迫中解脱。我们解放军一向是优待俘虏，但苏军却没有这样的传统。对待这帮无恶不作的日本战犯，苏军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他们抓了60万日本战俘带回西伯利亚，对其进行劳动改造，让他们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挖煤、伐木、修建铁路。据说第1年便有6万战俘在改造过程中死去，可谓是罪有应得。而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刻，普通移民们也成为日本政府的弃子。自身难保的日本政府既要面对高额的战争赔偿，还要处理美军军事占领日本4岛的相关问题，此时已经忙得焦头烂额，无暇顾及侨民们的死活。再说撤侨又要出钱出力，并为国内带来一批满怀怨气的无业游民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自私的日本政客们根本懒得去解决，他们只能装作鸵鸟，把头埋进沙子里，把问题丢给中苏等国去搞定。最后在美、苏、中共、国民党3国4方的磋商下，决定无视日本政府摆烂的态度，将撤侨进行到底。从1946年至1948年，借由辽宁葫芦岛港，将愿意归国的日军日俘总计105万人遣送回国。饶是如此，尚有近50万日本侨民留在中国不愿回国。他们之中的男性大多在战争中落下终身残疾，无力再进行长途跋涉。况且他们回到日本后，面对的也是一无所有的局面，不如留在中国，通过干一些体力活维持生活。而女性面临的局面则要复杂得多。当初苏军进驻东北时，曾大规模抓捕日本女子充当军妓，这种情况已经属于过激行为，自然不可提倡。但为了避免被苏军逮捕，一些日本女性选择与当地的中国男子结婚，以逃过灭顶之灾。还有一些女性则与那些伤残男子一样，回国之后无依无靠，况且美军占领的日本比苏军好不到哪去，到头来还是落得个流浪街头的下场。所以他们索性也留在东北。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还不时要受到当地人的冷眼，这使他们不得不寻求靠山。于是他们开始请求东北男人能够收留他们。作为传承1000年的君子之国，秉持着宽大为怀的传统美德，不少东北光棍选择接纳日本女人为妻，与他们组建家庭，为他们提供栖身之所。至今，不少东北家庭中都有一位日本姥姥。在几十年的文化环境熏陶下，他们说汉语写汉字，吃着小鸡炖蘑菇，与寻常东北老太太一般无二，从此同化在中华血脉中。据统计，因各种原因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女性，大抵上在10万至11万之间。她们的一生普通又不平凡，祖国的残酷与不作为，令他们在豆蔻年华流离失所。但幸运的是，他们来到了人情味十足的中国，得以在飘零半生后享受岁月静好。毛主席曾说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，只有一个敌人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。在情感与立场上，日本移民与中国人民是一致的，他们同样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。所以对于这些日本移民的遭遇，我们应该予以同情，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帮助。而对待那些鼓吹战争，至今仍不悔改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，我们则应枕戈以待，警钟长鸣。